早上8点，当你走进空间狭小、通风有限的电梯，一股浓烈刺鼻的二手烟味扑面而来。在接下来的几十秒里，你别无选择，只能被迫吸入这些有害物质。电梯吸烟一直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一大顽疾。面对屡禁不止的违规者，浙江省嘉兴市某小区的物业采取了一项激进措施，他们调取了电梯监控，将吸烟者的画面打印出来，直接张贴在电梯内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这一做法迅速引爆了社交媒体，相关帖文的点赞量超过了5万。很多网友拍手称快，知乎干得漂亮，建议全国推广。然而在情绪的狂欢背后，质疑声也随之而来。这种物理意义上的公开处刑是否涉嫌侵犯隐私权？当公共安全撞上个人隐私，法律的天平究竟会向哪边倾斜？我们将从法理、数据以及国内外治理经验的维度，对这一社会热点进行深度剖析。电梯二手烟到底有多让人反感？北京市控烟协会发布的数据给出了直观的答案。2024年7到8月期间，居民小区楼道、电梯间及步行梯内的违法吸烟行为投诉量达到217件，占投诉总数的 17.5%， 成为被投诉举报增长最快的场所。在真实的采访中，有孕妇业主表示，每次遇到电梯里的烟味都会感到恶心不适，但又往往只能默默忍受。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更是对二手烟的滞留危害忧心忡忡。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难以根治？因为电梯吸烟的违规成本极低，且取证极其困难，吸烟行为往往瞬时完成，等管理人员到达时，违规者早已离开。更关键的是，根据现行法规，物业公司并不具备行政处罚权，无法进行实质性惩处，这使得传统的口头劝阻往往形同虚设。嘉兴物业的做法在法律界引发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支持方认为，这属于合法的履职行为。民法典第942条明确规定，物业负有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多位法律专家指出，电梯是明确的室内公共场所，物业提取监控取证仅用于内部管理，且未作商业用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用于公共秩序管理的合法情形，只要未捏造事实，一般不构成侵权。但是质疑方的担忧同样严峻。反对的法律专家指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6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收集的个人图像，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制止不文明行为是否等同于维护公共安全，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巨大争议。此外，公开他人照片可能涉及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侵害。有专家尖锐地指出，公示照片可能带来当事人的社会性死亡和人格贬损，其严厉程度可能远超违规行为本身的危害，涉嫌法外施行。这种做法甚至可能引发滑坡效应，导致社区治理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在社交媒体上，公众的观点大致分裂为3个阵营。支持派高呼干得漂亮，认为恶人需用狠招致；担忧派则关注隐私侵权风险，反问物业有这个权利吗？还有一部分理性派建议，应该在业主公约中提前约定，或者采用打码等更为温和的程序。而作为事件另一方的违规吸烟者，他们的真实感受往往被忽视。心理学专家分析，被公开曝光照片后，当事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极度的羞耻与愤怒，感觉自己被示众。在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中，这种社会评价的断崖式降低，会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可能激化矛盾，促使当事人采取报复性的破坏行为。我们把视野拉宽，看看国内外其他地方是如何处理类似问题的。在新加坡，控烟法律极为严厉，在禁烟区吸烟最高可被处以1000新元的巨额罚款。完善的执法体系让违规者难以逃脱，因此根本不需要社区自行曝光。在美国，公寓楼通常在租赁协议中明确规定禁烟条款，违规者将面临书面警告、罚款直至解除合同的处罚。基于严格的隐私保护法，社区绝少采用公开照片的方式，而日本则依靠极强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治会制定的详细规约来约束居民。在国内，部分有条件的小区开始采用技术手段破局，比如在电梯内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一旦检测到烟雾，系统会自动发出语音警告并同步给监控中心。
这种用技术手段替代人力冲突的方式，既起到了及时提醒作用，又规避了隐私侵权的法律风险。电梯内张贴吸烟者照片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公共利益优先与个人权利保护如何平衡的一次集体探索。物业出面制止违规行为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正义的目的并不能自动赋予手段的合法性。单一的曝光照片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激进手段，真正长远的解决之道，在于明确物业的权限边界，发挥业主大会的自治作用，制定规约，并建立物业与执法部门的快速联动机制。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许能获得一时的快感，但在法治框架内寻求最优解，才是成熟社会该有的模样。对于这种公开张贴吸烟者照片的做法，你是坚决支持还是认为涉嫌侵犯隐私？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深度见解。这里是倔强的螺丝钉，我们下期再见。